又回到爸爸带着他的私生女回家的这一天。他一见到我就含着泪拉着我的手叫姐姐，姐姐，我不是来讨要名分的，我是来替我妈妈道歉的。只要你原谅我妈妈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爸摸了摸他的头说，乖，你不用这样，我和你妈才是爱情，不需要你姐姐的同意。我左一巴掌扇到我爸脸上，老登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右一巴掌扇到他的脸上，什么都可以，那我叫你死一死可不可以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妈的葬礼，不出意外，我爸带来了他的私生女，她穿着红色高定裙，踩着10厘米的恨天高，落落大方地对我说，姐姐你好，我是沈明美，真高兴能见到你。比起伤心欲绝、脸色憔悴的我，沈明美穿着那条火红的裙子，赢得所有人的目光。即便是再经历一次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她确实很漂亮，跟她妈一样，有一双水灵灵的卡姿兰大眼睛，随时都能委屈地掉眼泪，很难让人讨厌。就像现在，赚够了周围人的目光，她上前一步，朝我鞠了个躬。在抬起小脸时，泪珠都挂在眼睫上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今天是阿姨出殡的日子。我爸慈爱地摸了摸她的头，乖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今天还是你妈妈的生日呢，穿红多漂亮。姐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沈明美仍含着泪看向我，紧接着瞥了一眼墓碑上让他们母女恨了一辈子的女人。姐姐，我不是来讨要名分的，我是来替我妈妈道歉的。我知道我妈妈和阿姨生前闹得有些不愉快，只要你原谅我妈妈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似乎是见不得沈明美这样，我爸踩了2踢脚似的朝我蹦跶。沈雅芙，你这样欺负你妹妹有意思吗？再说了，我和你陈阿姨才是爱情，我带他们回家不需要你的同意。瞧瞧，这就是我的好父亲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就被扣了这么一大顶帽子。转头看着墓碑上那个绽放着美丽笑容的女人，我心说，妈，你和三儿斗了那么多年，也不愿意和我爸离婚，如今总该心死了吧？没有人回答我，不过我自会给他们答案。我突然冲上前，左一巴掌扇到我爸脸上，老登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右一巴掌扇到他的脸上，什么都可以，那我叫你死一死可不可以？从我7岁起，我就知道我爸在外头有了家庭，我妈每天除了照顾我和打理生意，就是对小3母女严防死守。她一个顶级恋爱脑，放着豪门大小姐的体面不要，跟一个女人天天抢我爸这个烂黄瓜。上一世我妈去世后，沈明美也来耀武扬威了。悲愤之下的我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和沈明美撕了起来，我身体和精神双重脆弱。沈明美穿着不合身的礼服和高跟鞋，我们打得很难看，最后双双入院，成了整个 A 市的笑柄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手撕沈明美，我连我爸也一块撕了。总归这家丑今天是扬出去了，不如撕个痛快，看看谁更丢人。自作聪明的沈明美重生一回，以为先发制人就能让我顾及我妈的体面吗？做梦！你丫就是重生8回也得挨这顿打。我2巴掌下去，将沈明美和我爸都打懵了，尤其是沈明美，一下就尖叫着跌坐在湿滑地面上，10厘米的高跟鞋都崴断半截，艳丽的红裙染上斑斑点点的泥污。趁她病要她命，我一个饿虎扑食骑在沈明美的身上，左手拳头右手步，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。沈雅芙，你还不快住手！动了我爸的心肝宝贝，我爸可心疼了，什么都不顾就要扬着手来打我。我预判了我爸的动作，
攥着沈明美的高跟鞋就扔了过去。老登，吃美美大臭鞋吧你！砰的一声，尖锐的鞋跟正中我爸光溜溜的地中海，几丝血蜿蜒而下。在一众宾客的惊呼下，他肥硕的身躯缓缓躺倒在地。敌无敌无！我们一家三口是坐警车和救护车走的，我坐警车，他俩坐救护车。一杯水还没喝完，我就被警察叔叔送出去了。毕竟我们沈家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豪门，就我爸干的这事儿屁事就没有不知道的。知道我打人原因的也都很同情我，这种家庭纠纷只口头教育就是了，犯不着别的。我一手拎着包，一手撩了撩丝毫未乱的大波浪，出了警局的大门。意外的，门外没有里3层外3层的记者和摄像头，除了我的律师之外，还见到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。哟，戚叔叔，您这大忙人怎么来了？看笑话呀？怕是叫您失望了。我是个不孝女，没能送下去一个两个的给我妈作罢。戚婷那张禁欲的脸有点发黑，她上前一步，看着像是在极力压着脾气了。亚福，你别这样！我冷笑一声，上前一步，几乎贴着她质问：别哪样？我妈今天出殡，她一个小3的女儿就敢来蹬鼻子上脸，我还得为了沈家的脸面，为了戚家的脸面忍吗？戚叔叔，管好你侄子就行了，我还没跟戚成结婚呢。你这手未免伸得太长。撞开戚婷的肩膀，我接过律师递来的车钥匙，径直上了车，扫了一眼后视镜。我看到戚婷手中好像攥着什么，我没在意，系安全带时才察觉到手背的刺痛，估摸是打沈明美时被他反抗抓伤的，回头得去打狂犬疫苗了。随手搓了搓干涸的血痕，我一脚油门就在看不到戚婷的身影。上辈子我跟戚婷没什么恩怨，也不知道这儿过来训我一句是找什么存在感的。他能管好他大侄子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这会儿我得赶紧回去，家里还有个毒瘤等着我铲除呢。回到家中，1楼大厅灯火通明，浓郁的玫瑰香让我有些作呕，真是迫不及待呀！我妈才入土为安，有些人就迫不及待要抹去这个家前女主人的痕迹了。大小姐回来了，您吃饭了吗？厨房里还给您温着一盅小吊梨汤呢。王妈笑着迎了上来，一如往常般接过我包包问候着。我深深看了王妈一眼，这个照顾我20多年的女人，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她才是造成我妈痛苦半辈子的元凶。要不是上辈子我和沈明美同归于尽，王妈就是害死我的凶手了。王妈不急，我手指了指桌上大红色的玫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不记得我妈喜欢这么艳俗的东西。王妈一愣，紧接着低下头，似乎有些委屈。大小姐不喜欢我收起来就是了，我只怕大小姐回来看见夫人喜欢的兰花会伤心，和小3母女如出一辙的白莲味儿，我上辈子怎么就闻不见呢？我扯了扯嘴角，也懒得叫王妈收，随手抽来一只，将艳红的花苞一点一点碾碎。王妈，你来我家照顾多久了？算算有26、7年了。大小姐还没出生，我就来照顾夫人了。王妈有些感慨，夫人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我要不是遇见夫人，如今也过不了现在的日子。碎烂的花瓣将我的指尖染红，像是妈妈临终前大口大口呕出的鲜血。是啊，我妈是个烂好心的人，要不是我妈，王妈早不知在哪个犄角旮旯带着她该死的小3女儿饿死了。如今我妈死了，她居然还能用缅怀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几乎要气笑了。是了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她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王妈，
把梨汤送上楼吧，我吃了就休息。王妈动作很麻利，没等我换上睡衣，她就扣开我的门，将梨汤放在了茶几上。临走前还不忘提醒我，让我趁热喝。我拿出提早准备的一次性针管，抽了一管，随后将梨汤倒在马桶中，冲得干干净净。趁热喝，我摸着温热的针管笑了笑。王妈是想让我趁早死呢。很快，助理将这管梨汤拿去检验。上辈子临死前，我跟我妈一样，饱受病痛折磨，没睡过什么好觉。要不是沈明美作死来医院挑衅我，我也不会自暴自弃，拉着她一块儿跳楼。如今再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我几乎闭上眼睛就坠入了梦乡。可没一会儿，我就被楼下的汽车鸣笛声惊醒。王妈殷勤地在门口迎接，大声地叫了一句“沈先生”，后头紧接着又跟了一句“二小姐”和“七少爷”。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知道这个七少爷是谁，原来是我的未婚夫啊！七成一毕业就被他小叔戚婷扔到国外了，要不是在订婚宴上见过一面，我还真认不出来他。平时我们俩也不联系，都是个玩个的。今天倒是殷勤，扶着老头子下车还不算完，又拉着沈明美的手下了车。戚家叔侄俩怎么轮番出来恶心人？拍了几张七成扶着沈明美下车的亲密照片，我顺势抄起一旁的花瓶扔了下去，清脆的声音在三人跟前爆开。我爸仰头怒瞪：“沈雅芙，你今天还没疯够吗？”没砸中，可惜了我的花瓶。换了衣服，不急不慌下了楼。这仨人已经在餐桌前就坐了。我回家来，王妈只准备了小吊梨汤，他们仨一来，王妈就差把自己端上桌了。沈雅芙，今天你妈出殡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你怎么能出手打我，打你妹妹？你知道这对咱们沈氏集团影响多大吗？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点儿给你妹妹道歉！也就是人家七成大度，不然谁娶你这样的疯子进家门？沈明美就坐在我爸的右手边。爸，你别生姐姐的气，姐姐又有什么错呢？错的都是我。七成也应和道：“明美，你就是性子太软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外头吃了多少苦啊？你姐姐还这样欺负你，真是不该。”我也不还口，绕过餐桌进了厨房，从厨师手中夺过菜刀，就3两步上前，剁在了沈明美的桌前，盘子都被我剁得稀碎，实木桌面上落下一道深深的痕迹。说完了吗，各位？我转头看向惊恐的沈明美，说完了就从我妈的位子上滚开，没教养的东西！沈明美尖叫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几乎是手脚并用，爬到我爸身后的。我紧跟着他，举着菜刀走到我爸跟前儿。爸，你瞧瞧沈明美这个不成器的玩意儿，冒犯了我妈还想冒犯你，蹬鼻子上脸还想坐你的位子呢。说完，我砰的又是一刀剁在了我爸的桌前。老头子哆哆嗦嗦，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余光见七成要过来，我又立刻举刀看向他，一笑露出森森白牙：“怎么，你也要冒犯我爸？”七成不知暗骂一句什么，攥着手机飞快离开了沈家。我不由沈笑，没有戚婷，他七成算个屁，还想借着沈明美扑我。小三和小三的孩子倒是会抱团取暖，这顿饭老头子和沈明美到底是没吃上。救护车又来了一趟，把老头子拉走了。沈明美跟着上了车，一刻没多留。等他们走后，我让人把其余的椅子全部扔掉，只留我自己的那把。我要让他们看看，这个家能做主的到底是谁。以前谁还不是个体面人，现在体面谁爱要谁要，不发疯都当我是病猫。安安稳稳睡了一觉，第二天一早我就杀到了戚氏集团。
我好歹也是七成的未婚妻。前台恭恭敬敬地将我请上了楼。小七总还没来公司，您这边请。我不找你们小七总，我找你们老七总七婷。谢谢。前台小姐脚步一顿，头皮发紧，心说他们七总风华正茂，虽说是小七总的亲叔叔，也不过才大了4、5岁而已，哪儿当得起老子？可又不敢得罪跟前的人，只得又回过头来送沈小姐去了老七总的办公室。推开门，正见七婷背对着落地窗，端坐在桌前写着什么。阳光将她的侧脸照得棱角分明，手指也漂亮。不小心被这老东西给迷惑了一瞬，我立刻上前将照片撂在了桌上，一屁股坐在他正对面的位置。七叔叔，你看你大侄子多不检点，我要跟他解除婚约。七婷氧气功夫挺好，居然也不生气，不紧不慢将笔放下，合上文件夹，放在离我最远的位置。呵，我撇撇嘴，还怕我看到什么商业机密？老东西好小气。七婷将照片挨个看过去，除了昨天我拍到的他和沈明美举止亲密的照片，昨天晚上七成从我家出去后还去了酒吧压惊来着，那照片就更不能看了。亚福，我替小程给你道歉，咱们两家联姻是大事，可不能意气用事。我冷哼一声，七叔叔，我过来可不是来要什么好处的，我只是通知你。再说了，你们七家也不止七成一个适龄，我看叔叔您也是老当益壮，风韵犹存。为了沈氏和七氏的发展，我倒也不是不能委屈一下跟您联姻。这次再说七婷老这人居然没有黑脸，反而用一双黑眸紧盯着我，几乎快将我看得不自在时，七婷居然笑了。好啊，难得沈总中意我，您看什么时候咱们发个联合声明，跟七成解除婚约，咱俩领证去。七婷一笑，属实有些犯规了，不过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沈雅芙了，我是重生归来的钮祜禄。雅芙，笑笑笑，谁不会笑？商业联姻从来都是名存实亡，做给外人看的，就是领证也是个玩个的。比起七成这个烂人，他叔叔七婷不知好了多少，至少没跟他大侄子似的当绯闻头条常驻嘉宾。好啊，七叔叔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今天发布联合声明吧。本以为七婷会搪塞过去，谁道他居然当真了。七婷当着我的面叫来助理，通知各位股东，只半个小时就准备好了文稿。我自然不甘示弱，我妈临死前担心小三的女儿跟我抢家产，已经将她名下51%的股份让给了我，加之我原本就有的20%的股份，无需再通知我爸。我直接让助理跟七婷的人对接，20分钟内就发布了声明。看着沈氏官网的消息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，居然这么容易就换了未婚夫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七婷别的毛病没有，就是愚孝。眼下他抢了侄子的未婚妻，可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七婷他爸也是个风流人物，早些年追求真爱的人，早在七老夫人和七老爷子结婚前，就把七婷的大哥，也就是七成的爸七林给生下来了。七老夫人和老爷子结婚这么多年，给老爷子生了一双儿女，可在老爷子心里也比不过七林一根手指头。可就在七老爷子准备将大权让给七林时，七林夫妇和老爷子一块儿出车祸了，七林夫妇当场死了，老爷子倒是高位截瘫，躺了苟延残喘了半年。老爷子没办法，嘱咐七婷这个当小叔的先替没长大的七成掌管家业，等七成有能力了，再让七婷将大权归还给七成。知道这事儿的没人不说老爷子偏心，
当叔叔的才比侄子大5岁，就得当爹当妈，照顾侄子不说，还要给人做嫁衣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？可七婷就是答应了，还在老爷子跟前发了誓。如今看来，七婷可不是什么听话的人，自己吃进嘴的东西哪儿能再吐出来？怕不是当年麒麟的死还有蹊跷呢。沈总，你看现在声明也发布了，什么时候有空领证？我回过神来，只觉跟这样的老狐狸结婚没什么好处，忙搪塞过去，改日吧。七总，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，回头再联系。说完我就径直离开，回了沈氏集团。沈总，你让我查的东西有结果了。我接过助理递来的文件袋一看，果然王妈是想要我的命。她在我的梨汤中下了微量的汞。想起上一世，我妈发现自己患上乳腺癌，手术后化疗，身体本来就弱，经过王妈的照顾后，更是每况愈下。没几天，我妈就有不明原因的失眠、头痛、牙龈出血、情绪波动。我们都以为是化疗的副作用，谁也没想到竟然是慢性中毒。下毒的人还是贴身照顾我妈20多年的王妈。我妈死了，王妈又想除掉我，为她的女儿和外孙女铺路。上一世我妈死后，我也病了，跟妈妈的症状差不多，我就怀疑有中毒的可能。只是沈明美一而再的挑衅，联合七成一块儿做空沈氏，让我应接不暇，没工夫管理自己的身体，以至于最后崩溃，拉着沈明美一起跳楼自杀。薄薄的几张纸被我生生掐烂在手心里。我吩咐助理每隔3天亲自送一批食材去老宅，这些食材必然是以王妈的手法动过手脚的。家里的食材从来不过夜，但凡在冰箱超过1天，就要让人处理。而在我10岁的时候，就发现王妈天天借着处理食材的理由，将食材偷偷拿回家吃。王妈老公死得早，膝下就一个小3女儿，一个肥猪儿子。他儿子在化工厂做工人，这汞正是他儿子偷来的。我的好王妈，如今是该让你尝尝自作自受的滋味了。才安排好助理，忽然我爸带着沈明美突然闯入了我的办公室。沈雅福，谁叫你擅作主张和七成解除婚约的？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谁不会发火？我直接攥着笔筒朝老头子扔了过去。沈青山脸色铁青，估计是被我这2天发疯吓着了。他如捏着嘴唇，居然没再训斥我，反而放软了声音：雅福，爸爸这是关心你，七家以后到底还是七成的。你妈当年布局那么久，你就这样看着她的心血付诸东流吗？我忍不住轻笑。我看了眼假意关心的沈青山，又看了眼躲在爸爸身后可怜兮兮的沈明美，突然有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。爸，我知道妈是为我好，可我确实不喜欢七成，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沈青山一听，这个腰杆子挺起来了，觉得这个家这个集团没他不行了。看看，还是任性了。联姻的事儿怎么能讲喜欢不喜欢呢？这样吧，既然你不好再跟七成结婚，不如让七成和明美订婚，这样也算是亡羊补牢了。你们都是沈家的女儿，该抛弃前嫌，一块儿让咱们家更好。铺垫那么多，还不是为了沈明美？我撇撇嘴，暗骂老头子虚伪。为了沈家，我可以答应，但她沈明美一个小3的女儿，还不能代表沈家吧？圈子不同，不要强融。沈明美没在沈氏工作过，又上不得台面，让她代表我们沈家，可是会让人看笑话的。沈明美的眼睛瞬间就红了。要我说，沈明美这说掉泪就掉泪的本事，不进娱乐圈埋没了，一天天没拿金刚钻硬揽瓷器活，
还真以为有老头子撑腰就能将整个沈氏集团拿到手了，简直做梦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我也是真的想为咱们沈家出力的，不想爸爸太过辛苦。一听这话，沈青山就心疼了，看着我又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。亚福，她是你妹妹，你不要总是咄咄逼人，她年纪小，没有你懂得多是正常，你多带带她呀。后天不就有个商业晚宴，你带着她去。我抬着下巴，居高临下看着哭啼啼的沈明美。怎么，听我说一句小三的女儿就受不了了？我还没骂你绿茶婊小贱货呢。你什么你？你以为做生意靠着你装可怜就行了？圈子里谁不是人精？没人愿意看你脸色红，你带你出去，你只会被别人骂得更难听。到时候还会来找爸爸哭鼻子吗？沈明美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连老头子都支支吾吾，不知该怎么为沈明美解释。看着沈明美圆睁的眼睛里满是不服，我轻笑着上前拍了拍沈明美的脸蛋。我6岁就跟着我妈参加集团会议了，14岁的时候独立策划项目，挣了第1个100万。22岁获得金融硕士学位。沈明美，你什么东西敢代表沈家？那父女俩被我气走了。我坐在老板椅上，看着桌上我妈的照片，难得有种出了恶气的爽快。我以为沈明美多少能消停几天，谁到后天我就在商业晚宴上见到了她。她笑容明媚，衣着华丽性感，挽着7成的手臂朝我含笑举杯挑衅。沈总，别看你妹妹了，你看看我好歹也是你的未婚夫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扭头看着7成，这狗男人今天打扮得好花哨，黑色带暗纹的定制西装，红钻袖扣熠熠生辉，他没板板正正系了领带，解开脖梗的2粒纽扣露出微微锁骨，还西装口袋里别了一朵粉色的蔷薇，也不知道是花香还是特意喷了香水，勾人得很。戚总今天老树开花，怎么这么骚气？戚婷噎了一噎，耳朵似乎格外的红，忙抿了口杯中的香槟，微微抬起下巴朝沈雅芙示意：你妹妹可不像她表面那么乖，我听说她为了融入圈子，一出手就是200万。沈总赚钱不容易，可别莫名其妙给别人打工。沈明美想融入这个小社会，殊不知圈子也是分等级的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沈明美这个酒囊饭袋也只能跟圈子里的败家子们扎堆了。多谢戚总提醒，不过我看你大侄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戚总兢兢业业，可别莫名其妙被人连累了才好。话间对视，是谁也不愿意退让的强势。直到戚婷示弱般的与我碰了碰酒杯，我这才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。戚总，我想有一笔生意你一定有兴趣跟我合作。什么生意？自然是一本万利，让咱们再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意。戚婷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酒会没什么好继续下去的了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戚婷，她大概也是为了我。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说说。上了戚婷的车，我以为他会带我去私人俱乐部，甚至是办公室，谁道戚婷带我回了他的家。戚婷并没有住在戚家的老宅，而是在公司附近买了个大平层，进家就能看见江景。只是意外一瞬，我就直接蹬了高跟鞋，窝在了落地窗前的躺椅上，看着戚婷捡起我的高跟鞋放在鞋柜里，体贴地拿来拖鞋摆在躺椅旁边。我心头热热的，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受。去酒会前吃晚饭了吗？没有，我冲他摇头，我不敢在家里吃饭。戚婷有些怔愣，
抬手摸了摸我的发顶，就转身朝厨房走去。那就吃点好消化的汤面吧，里头放些虾仁和野菌可以吗？我随意应了一声，眯着眼睛将戚婷的背影勾勒个遍。戚婷大概是有健身的习惯，暖色的灯光从她头顶打下来，照亮她宽阔的肩膀，腰背阴影收得紧紧的，然后就是略翘的臀和2条笔直的长腿。厨房的香味还没传来，我就开始饿了。戚婷比我高4届，小初高，都是一个私立学校出来的，家里又熟悉，抛开7成，我俩勉强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可我从来不知道戚婷的厨艺这么好，一海碗的面被我吃得干干净净，连汤都没有剩下，热腾腾的香气熏得我眼睛发酸。自重生回来，这一碗面是我吃的最好吃、最安心的一顿。和戚婷结婚，应该会过得很幸福吧？收了收多余的感情，我直奔主题。戚婷，我不想沈明美好过，你也不想将戚氏集团拱手让给7成吧？我们除掉他们好不好？戚婷拿过我的碗筷，放到洗碗机中，像是在讨论明天早上吃什么一样答着。好，你想怎么做，我都帮你。似乎是怕我不信，戚婷还多解释了一句：我爸从小到大就偏心小三的孩子，临死还让我给他的孙子铺路，我妈就是生生被他气死的，咱们可都是受害者。更何况我是你的未婚夫，我有义务完成我未婚妻的任何要求和愿望，无需多言。我不必看戚婷的眼睛，就能感受她的坦诚和信任。坐在落地窗前，我们只花了喝一杯果汁的时间，就确定了计划，或者说是确定了彼此的计划。和我一样，戚婷也早就替自己谋划了出路，都是同样在乎母亲人，又怎么能忍不住报仇呢？虽说有些不舍得离开，可我还是说完就准备走了。戚婷有些猝不及防，只是沉默地跟在我的身后，看着我换上了高跟鞋。就在我要出门时，她突然拉住了我的手。我家的密码是331102，我明天晚上打算自己做鸡汤云吞吃。我又饿了，握着我的那只大手也半点不容我松开。我只得小声道：可我明天早上就想吃鸡汤云吞。戚婷笑了，拉着我转过身来：那你就得住下了，我现包你现吃才好。本来只是为了一顿鸡汤云吞，可戚婷这个心机 boy 居然每天雷打不动给我报菜谱。我开始恨为什么沈氏集团6点才打卡下班了，人家戚氏集团就5点半下班。不过每当我推开家门，看到戚婷为我洗手煮羹汤的画面，我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了。我不回家，老头子那儿也难得清静。他现在不仅管不了我，恐怕连沈明美和他的小三妈也顾不上管了。我可是个大孝子来着，一个小三哄我爸开心哪能够？我又贴心的给我爸找小4、小5。据我的人汇报，老头子当私人会所是他第2个家了，已经连续1个月没去过小三那儿了。沈明美倒是和戚成混得风生水起，听说2人还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大有举案齐眉的意思。沈明美是爽了，可沈明美他妈陈茵茵可坐不住，她还想着给沈青山生个儿子好跟我争呢。知道时机差不多了，我派人将沈青山出入会所的消息递给沈明美。沈明美果然迫不及待告诉了陈茵茵，母女俩用直肠通大脑的智商略一思考，就冲去会所撕小4、小5了。青山，这就是你说的一生一世？陈茵茵一把将小4和小5从沈青山的被窝里拖出来，一人赏了一巴掌。人家挨打的没哭呢，他倒是先哭上了。哪来的黄脸婆敢打我们？
沈总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小四、小五缠着沈青山，怀里的娇软美人可招人心疼了。再看陈茵茵，也没了太多当年的爱意。陈茵茵，你敢跟踪我？谁给你胆子让你来这儿闹的？陈茵茵到底还是不年轻了，眼角的细纹给她的可怜劲儿添了几分做作。沈青山越看越心烦，更烦的是陈茵茵不给他面子，这就叫保安将陈茵茵和沈明美赶走。陈茵茵也算是被沈青山宠了半辈子了，眼看着斗死了正房，该他上位了，哪容得下别的小妖精跟他抢？顿时抓着小四的脸就是一阵挠。沈青山，你为了个贱人要赶我走？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不要我了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要了吗？孩子！一听这个，沈青山还哪顾得上陈茵茵的撒泼，连忙惊喜地抱住她。几个月了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陈茵茵面露娇羞，说了句男孩。老头子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他想，儿子想了一辈子，如今死了原配，又有了儿子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我看着监控，忍不住露出一个阴冷的笑来。我怎么可能让他在我给添几个弟弟妹妹争家产？老头早不行了，这孩子是谁的都不可能是沈青山的。很快，沈青山打电话让我回家，说是要宣布一件大事，晾了他们很久了，也是时候算账了。我开车回家，一开门就看见陈茵茵摆着一张好幸福的脸，抚着自己平坦的小腹。亚福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就等你回来开饭了。哟，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。老贱人，你哪来的脸用长辈的语气跟我说话？沈亚福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你陈姨怀孕了，小心气着她。老头子劈头盖脸训我一句。沈明美也不甘示弱，紧忙炫耀：姐姐，我们要有弟弟了，你高不高兴？我不急不缓坐在主位上，高兴啊！你妈可是高龄产妇，一尸两命，死了我更高兴。陈茵茵母女气的脸都黑了，老头子更是指着我不知道该怎么骂才好。我也不愿意听他们废话，直接叫保镖进来，请这一家三口都滚出去。行了，沈青山，你爱要几个儿子就生几个去，只是这个家容不下脏东西。你要是还想要这个儿子，就签下协议，带着他们走人，不然你就看你儿子生不生得下来。说完，我从包里掏出合同，啪地扔在沈青山面前。这房子当初写的是我爸我妈的名，我妈那份儿自然是我的。可沈青山要是死了，沈明美要跟我住一个屋檐下，我不得恶心死。别的我都可以不要，唯独这房子我绝不肯让。儿子可是老头子的命根子，大概是想到我发疯的样子了，他也不敢贸然拒绝，只看了看沈明美。亚福，你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没关系，但是你得让你妹妹进咱们沈氏上班，爸老了以后就靠你们照顾弟弟了。见我点了头，沈青山签字也签得痛快。我收起合同，就让人将他们赶了出去，一刻也不等。他们一家三口走得狼狈，却不影响沈明美第二天光鲜亮丽的去上班。我直接安排他财务部这样重要的地方，甚至允许他参与公司的内部会议，直接接触商业机密。不怕他犯错，我就怕他不犯错。才短短3个月，在沈明美的努力下，我们沈氏的利润就比上个季度减少了5%。沈氏的订单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给抢了去。齐婷早将那家公司查得一清二楚，背后做主的正是戚成和沈明美。沈明美还傻乎乎做了法人，当戚成多喜欢他似的，自己当了挡箭牌都不知道。我暗笑沈明美愚蠢。当然，这坐牢的事儿可不能少了戚成。
七庭那头自然不会放过他。眼下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沈青山在家守了陈茵茵2个多月，这老东西就不耐烦了，又背着陈茵茵去了会所。这次不仅有小4、小5伺候，还有小6、小7、小8。老东西被迷得晕头转向，还没1个月就死了，死在女人的肚皮上，死在他自己的贪欲上。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开会，和董事会的成员们宣布沈青山死讯时，险些压不住脸上的笑意。当时就给人打电话安排老头子火化，省得陈茵茵在做什么文章。知道老头子死了，陈茵茵挺着肚子，迫不及待和沈明美冲到公司，扬言要分家产。连王妈也不装了，带着他的肥猪儿子和孙子一块儿过来，想狠狠咬掉沈氏一块肉。我带着律师和公司高管、股东在会议室接待了他们。说吧，你们想要什么？陈茵茵趾高气扬，挺着大肚子对我颐指气使。沈雅福，这沈氏集团该是我儿子的，我劝你拱手相让，不要闹得太难看了。陈茵茵从包包里拿出一份遗书，不是阿姨容不下你，而是你爸爸生前就为我们娘仨做好的打算。你爸名下的股份、房子、车子都是明美和我肚里儿子的。沈明美也十分嚣张。沈雅福，我劝你乖乖将集团让出来，你是守不住这份家业的，只有我和小程哥哥才能。我接过遗书，看得直发笑。说完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份遗书，我也很希望我爸爸真能为你们几个打算点什么，可实在遗憾，这份遗书即便是真的，也不具法律效应。上面说要将沈氏的股份全部给你们。我爸写下这东西的时候，怕是意识不太清醒，光是我自己就有沈氏71%的股份，敢问沈青山哪来的100%给你们？即便我爸要将他名下的股份给你们，那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资格收。陈茵茵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你敢当着我爸的面说吗？我话音刚落下，助理就捧着沈青山的骨灰盒进了会议室。我攥着陈茵茵的手放在骨灰盒上，你感受一下，我爸刚出炉，还热着呢。伴随着我的笑声，陈茵茵脸色惨白，连退了3步，才被王妈扶着站稳。沈雅福，你怎么敢这么侮辱你爸？我侮辱他？我哼笑一声，捧着骨灰盒慢慢逼近陈茵茵。我可比不上陈姨你，给我爸戴了2顶绿帽子，可了不起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不容陈茵茵后退，拿出一份报告，啪地甩在她的脸上。DNA 报告撒了一地，上面赫然写着沈明美和沈青山并无亲子关系。陈茵茵眼前一黑，就往后倒去。沈明美顾不上管陈茵茵，攥着 DNA 报告慌乱极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妈，我怎么可能不是爸的女儿？陈茵茵倒在王妈怀里，气若游丝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就那一次，怎么会那么巧就怀上他的孩子？陈茵茵口中的他显然不是沈青山。会议室的高管和股东们顿时露出鄙夷的神色，连沈明美都不是沈青山的女儿了，她一大把年纪，怎么可能再让陈茵茵怀孕？肚子里这个还不知道是谁的野种。听着众人的议论，王妈先崩溃了，她给了陈茵茵2巴掌，还冲上来要打我，被保镖拦下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早知道了一切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故意算计我们家呢。沈明美一定是沈青山的女儿，我亲眼看着他们亲热，怎么可能会怀上别人的孩子？众人纷纷侧目，没想到这老太太一把年纪，居然还有听墙角的癖好。我笑着让人打开了投影仪，
里面播放的正是王妈在厨房下毒的场面。老东西，你不出声，我还差点忘了你。你下毒害我妈不够，还想害我。如今你们一家老小一个也别想跑。警察破门而入，将沈明美、陈茵茵、王妈和她的大胖儿子扣住。经过调查，沈明美、七成恶意泄露沈氏和戚氏商业机密，造成2家企业上亿的损失，请你配合跟我们回去调查。陈茵茵、王二菊、陈强2人涉嫌偷窃、谋杀，偷窃数额巨大，也请你们配合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几分钟的功夫，他们一家子就走得干干净净。王妈8岁的孙子懵懵懂懂，不知什么情况，只得跟上。这小东西来了一会儿，鼻血不住地流，必然是吃了王妈偷回去的食材，害了他。看他呆呆的样子，就是治好的汞中毒，也必然智商奇低成个傻子。有时我也顾虑自己是不是太狠毒了，可想到母亲，想到趴在我家吸血的这一家人，我就什么都不后悔了。再说了，这小崽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成天在学校欺负同学不说，还虐猫虐狗，吃的每一口饭都是他奶奶从沈家偷来的，可怨不得别人。一场闹剧就这样飞快地结束了。助理迅速捡起地上的 DNA 证明拿走销毁。其实这份 DNA 报告是假的，沈明美确实是沈青山的女儿。可坏就坏在陈茵茵不是什么老实的女人，她一边傍着沈青山，私底下还有别的男人，就怕沈青山靠不住，找几个备胎准备着。肚子里这个才真不是沈青山的儿子。如今被我一炸，他自个儿就先露了马脚。他心里有鬼，又怎么敢提出让沈明美再验 DNA 呢？沈氏本来就被我牢牢掌控在手中，即便沈青山死，也没能给沈氏带来半点动荡。我迅速收拢了沈青山的股份，沈氏彻彻底底是我的了。至于沈明美和七成，因涉案金额巨大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王妈因故意杀人被判了死刑，陈强死缓，陈茵茵肚子的孩子没保住，也判了无期徒刑。想到这辈子都不必再看到这恶心的一家，我心里痛快极了。半夜得到消息，就忍不住开车去了陵园，告诉我妈这好消息。妈，我替你报仇了，我没白活一回。说着说着我就哭了。人都是贪心的，报了仇我却在想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再早回来1年，甚至早回来半年，或许我就能挽回母亲的生命了。可后悔是最没用的东西。肩头一暖，七婷替我披上带着体温的外套，她跪在我身侧，认真地对我妈说：阿姨，以后雅福不会是一个人，我会永远陪着她，做她的后盾。其实我很想当着您的面向她求婚，但趁她心软时求婚实在卑鄙，您就当个见证，看看我七婷是不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我看向七婷，陵园里又黑又冷，时不时过去一阵风，引得人汗毛紧立。可因为有她在，有妈妈在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只红着眼睛问她：你不求婚没关系，换我来也一样的。七婷，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说完，我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戒指，如愿以偿地看到七婷懊恼又动摇的眼神。雅福，你真是……七婷扶额笑了起来，微弱的路灯将她的眼睛照得熠熠生辉。她伸着手任由我戴上戒指，我吻了吻她的手背。我什么？你说完了？你真是太爱我了。不过我也爱你，宝贝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